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我看在这种行情之下赚钱应该是难。我最近有些感慨啊，那就是你能从加密货币领域赚到钱，那你干别的行业照样能赚到钱。你们觉得面具人我说的对不对？觉得对的请留言打1，觉得错的请留言打2啊。你看你啊，你投资加密货币，动不动就投个5、6千、7、8千 U， 甚至几万 U 啊，这种投资金额在币圈太常见了。但是呢，1万 U 你可以在大陆开个奶茶店、包子铺、炒面店；5万 U 你可以在澳洲开个小奶茶店。排除天灾啊，这种小店每天还是能有一定的盈利的。而且呢，这些店你就算不干了，你转让出去，你的本钱也是能回来个7、7、8、8的，对吧？再不行呢，你看你啊，把10万 U 存银行，1个月拿上个2000多的人民币的利息还是可以的。这些钱呢，至少是能顾住你的一些生活费了，是不是？可是你炒币呢，你除了稳定币啊，没啥风险啊，风险不大。那你玩什么比特币呀、以太坊？来，你告诉我，持有加密货币的人到现在有哪个人是不亏的？有哪个人是不送韭菜的？大部分都是在亏着的，是不是？哦，你就算你说质押能拿利息，来，你质押32个以太坊去搞验证节点，也就是4.5%的年化收益，甚至还比不上国家银行的一些理财项目呢，是不是？而且人家银行投资、银行存钱理财没有风险。风险是非常非常非常小的，对不对？但是你看以太坊，妈的啊，怎么玩这个钱怎么用都是项目方说的算，而且呢，你本金也保不住，是不是？现在以太坊都跌到了1000出头了，对吧？那比特币也是挺惨的，你看玩加密货币的几乎都是亏的，你更别说玩什么 Cake 呀、Gala 呀、Sandbox 这些的，这些人估计都已经快进坟墓了，是不是？那为什么玩加密货币基本上都是以亏钱收场呢？这是为什么呢？美银最近的一些研究报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所在。那这个消息啊，我在节目后半段再来给大家分析。今天咱们节目主要是来说一下和暴雷相关的问题。你看，稳定币巨头泰达币公司和加密货币巨头灰度公司啊，最近的负面消息貌似是愈演愈烈了。好，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些事儿啊。等一下，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检查一下你们是否打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错过了面具人的政治风险预警和财经讯息，挺可惜的。那顺便把今天的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好，来讲正题啊，华尔街日报最近爆料了。稳定币 USDT 的发行商泰达公司不断的对外增加 USDT 的贷款数量，但是呢，它并没有透露其借款人的身份和抵押品的性质。那这就让专家们认为，这种不透明的贷款方式会为加密货币市场带来潜在风险和不稳定性。根据泰达公司的报告，截至今年9月30日，他们的贷款资产达到了61亿美元，占公司总资产的约为9%的比例。而在2021年底的时候，这个数字仅仅只是41亿美元，占总资产的约5%。那么也就是说，今年他对外借贷的资金扩大了几乎1倍，而且呢，他们这个借贷出去的方式，谁借的、抵押的是啥也不公开。我们回想一下啊，前几个月的 FTX 的暴雷是因为它的杠杆率太高了，当时 FTX 的杠杆率是1.7倍，被挤兑了以后就扛不住了。目前明面上来看呢，泰达公司的杠杆率来到了1.1倍，不过稳定币的营收利润是不能和交易所所相比的。所以呢，我们对稳定币的杠杆率必须要有更严苛的要求。你可以这样想啊，如果稳定币的杠杆率达到了25%以上，那基本上就是极限红色警报了啊。如果说这些杠杆你是把它换成房产了，换成黄金了，换成这种国债的债券了，那还好说啊。
那你换成房产，说不定你炒房你还能赚啊。如果说房子跌价也不会跌太多啊，尤其是像那些强国啊，经济发展好的国家，那房子升值的空间就更大。可是呢，你如果说把这个钱借给什么加密货币的公司了，那结果就不好说了，是不是？华尔街日报称，泰达公司没有透露借款人或者接受抵押品的性质啊。泰达公司并没有说你这个抵押品到底是币呢还是房子呢？如果是房子，那基本没啥问题。可如果是币，那就惨了啊！我们拿房子去做抵押贷款的话，一般风控他们一般只给你放你房子市场评估价的60%到70%，对不对啊？怎么样，贷款公司都不会冒风险，不会亏的。但是如果说你抵押成币了，这个币价可是实时在变动的。你们说面具人我说的对不对啊？泰达公司它只是在报告中表示了，他们抵押的东西是大流动性的，是流动性极强的抵押物。如果说借款人违约了，那这些抵押品是可以立刻出售以换取美元的。但是泰达公司并没有强调他抵押的东西是房子或者车子或者是黄金之类的啊。那所谓的大流动性、流动性极强的抵押物，那现在比特币、以太坊的流动性也不错呀，流动性很强，只不过它的价值没有啥保障，是不是啊？你随时都可以卖，但是具体能卖多少钱，那这结果就不好说了，是不是？所以说呢，问题就又绕回来了。泰达币既然不敢说它的抵押品是房产，那抵押品到底是什么？抵押人又是谁？泰达公司不敢说，不敢说就是不能说，说了就会出乱子的。肯定是有些东西他不想让人知道，才不能说出来，所以不公开。不过无所谓了啊，这个泰达公司它到底抵押了有多少？它的稳定币会不会稳定啊？我们不用去太担心啊，我们也不用去太在意。为啥啊？我觉得大家以后对待这个稳定币呀、啥东西之类的，我觉得大家没必要多囤了，你把它就当做工具币来使用就行了。这只是说让你进来在加密货币赌场去兑换的一个令牌、一个通证啊。如果说你需要用了，你就换一些；你不需要用了，你也不必留太多啊。毕竟现在产业实业在复苏，而币圈在萎缩。加密货币的稳定币能干的事儿比较少了，而法币能干的事儿就更多了，是不是？除非说是你像中国呀、中东呀、伊朗呀、朝鲜这种现金严格管控的国家你可以适当的弄点 U， 但是呢，你弄 U， 严格的来说也是工具币的属性嘛，是用来转移资产用的。你先换成 U， 然后到别的国家了，再换成当地的法币，是不是资产就转移完成了？你在当地国家买东西，你还是需要用当地国家的法币嘛？那你这个 U 也就是一个工具属性就相当于你去游戏厅打游戏的那个牌子，或者说是你转账的转移资产的一个令牌而已工具属性更严重，所以我们以后对待这个 U 呀，你就把它当一个工具使用就对了，不要太上心。你只要不把注码压太多，那你就不会冒啥风险它就是个工具币。好，再来说一下灰度链上数据显示，当前灰度的总持仓量是149.99亿美元它的主流币种的信托溢价率一直在增高，目前是 BTC 负的43.06%，以太坊负的46.47%，ETC 负68.82%，LTC 负55.57%，BCH 负37.76%。它的这些主流的一些信托币种都已经是负溢价了，而且呢，负溢价的数字还在持续扩大中。这个负溢价可能有些人听不懂，其实解释起来也很麻烦。你们只要知道负溢价的这个数字越大越不好就 OK 了。灰度旗下的 Genius 的传出破产丑闻了吗？大家前段时间应该都有所耳闻了。这个 Genius 的破产看起来是难以挽回了。灰度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横也要挨一刀，竖也要挨一刀，横竖都是挨一刀。
如果说他抛币把钱灌入到 Genius 去救 Genius， 那他就有可能会陷入死亡螺旋，造成更大的损失。那如果说不救的话，弃车保帅，虽说能强行的再续命一段时间，但也只是壮士断腕，自己还是要大出血。而且后续的市场比特币拉不起来的话，币价起不来，没有新鲜血液进场的话，它最后还是要面临流动性危机的。所以说呢，这两个选项，无论他选哪一个，都会对加密货币如履薄冰的币价再砸上一记重锤，甚至有可能砸穿破冰，让比特币跌到水面之下啊，跌到个15000、13000，甚至1万之下啊，这个都是有可能的。我们做生意啊，不能光想着好事儿，你一定也要想到风险点，万一亏了你咋办？对不对？好，再来说一下为啥玩币的几乎都是亏啊？为啥币圈要爆雷，币圈的泡沫要爆了？其实美银啊给出了理论支撑。美银最新的报告指出，比特币是金融史上第5大严重的资产崩盘，其规模堪比18世纪的英国密西西比泡沫事件和南海泡沫事件。比特币让人想起了20年前的互联网泡沫的爆破，当时那个造成的威力也很大啊。比特币的这个泡沫啊，甚至比当年的互联网泡沫还要大。美银估计当年的互联网股份啊，从2000年3月的高位下跌了76%，仅比比特币的跌幅少了1%。也就是说，比特币的跌幅比当年那个互联网泡沫爆的时候还要高一点啊。早在1990年代的牛市期间啊，互联网是新生事物，就跟咱们现在面临的什么 Web3 呀、区块链革命有个新概念差不多的。而且当时互联网的这个新概念是真正的实用性的、革命性的，比现在这个纯靠吹牛逼炒作的什么区块链革命、Web3 革命的这种薅羊毛革命要实质实在的多。而且呢，当年互联网也确实是受到了大量的资金涌入，纳斯达克指数也因此而快速增长。而且在2000年的时候，由于相关的互联网科技公司都在蓬勃发展，可是这些互联网公司并没有实质性的产业服务，但是他们却又都融资了大量的现金，拉盘拉股票，可是他们就是没有啥带货能力，没有产品，没有服务。当这些公司用光了他们融资来借贷来的资金之后，泡沫也就随即爆破了。因为它纯粹就是钱倒钱嘛，它没有办法从市场去赚钱，去消化泡沫，所以呢，泡沫的爆裂也是必然。那这也导致了升幅高达5倍的纳指同时崩盘，整个股市损失了数十亿美元。才数十亿美元啊！面具人，我想说，现在加密货币市场的规模要比当年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大的通胀你没算上通胀，但是呢，现在加密货币市场的这个资金规模一旦爆裂别说爆个8000亿的整个盘面爆了，你就再爆个50亿、100亿的话，那就会再引发非常大的连锁效应的。面具人，我还想说一句其实当年的互联网公司多少还都是有点产品和服务以及实用概念的，比如什么聊天软件呀、网络游戏呀、什么这个网络运输呀，这些都是当年新兴出来的一些概念，而也确实是在后来被证实了有强大的产业和资金转化能力的。只不过一个行业在刚兴起的时候比较野蛮，比较有那些骗人的、掺沙子的公司很多，这个也是难以避免的，大浪淘金嘛。现在币圈也是这种情况骗子居多，真正做事儿的非常非常少你就算是比特币和以太坊2大巨头，以太坊的吃相，我相信诸位也都看到了让你质押32个验证节点，利息给的又不高，然后呢，你的利息还取不出来，而且整个币圈现在的这些加密货币，你除了拉新人进盘你还有啥办法能赚钱？对不对？它比特币、以太坊有啥产业和服务，有啥价值转化没有？没有，更别说那些什么 Cake 呀、Glass、Sandbox 呀、GMT 那些土狗了没人买单的，也没人能得到实惠。
而且这种现象维持的时间越长啊，会越让外围观望的人觉得啊，加密货币都是骗局，那这样就会形成恶性循环了，你这个加密货币市场就很难打开了，明白不？所以呢，面具人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究竟是我们韭菜错了，还是加密货币生态的项目方错了，还是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认知水平错了，认知有问题啊？我们想在这个行业赚钱，到底该怎么赚？好，大家可以打开点赞、订阅小铃铛，及时的关注我对政治和金融的预判，好消息、坏消息我都有，商机和逃命机会就在面具人的节目中。以后呢，我们再慢慢的来探讨如何赚钱，我们对这个行业的态度是不是有问题，我们的认知是不是错了？OK， 我们下期再聊，祝你好运，再见。